最近的河南水灾中，人们终于可以看到国产的G20直升机大批现身灾区，投入救灾行动。专家表示，中国陆军的G20直升机连日来在河南省信乡市持续进行高强度的抗洪救灾行动，其续航能力和可靠性体现了国产直升机的高水平。自本月23号起，G20开始加入救灾行动。解放军第83集团军下属陆航旅的3架G20和33名机组人员出动70架次，运送了75多吨饮用水、药品和食品等物资。由于G20的紧急部署，救援效率大大提高。这些直升机还进行了空中灾区调查，提供给灾区指挥部相应的信息。新华社指出，这些G20是全新生产的，自从入驻该旅以来，一直在进行演习和支援任务，在各类行动中表现出色。军事专家盛赞G20的密集行动展示了国产直升机优异的续航能力和良好性能，这对于一款服役不久的新型直升机而言殊为不易。国外新服役的直升机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进行磨合并解决各类问题才能投入使用，这些G20直升机在3天内至少连续运行了48小时以上，显示了超强的可靠性。专家表示，这几天平均每架直升机每天飞行约12架次，无论是对飞行员还是地勤人员来说，都是一项繁重的工作。而对直升机本身而言，包括发动机和旋翼，在炎热、潮湿和复杂的环境中持续运行都是一项挑战。北京航天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对环球时报表示，作为中国首架国产中型通用战术直升机，G20能够与美国黑鹰直升机一较高下，在未来的各种军事和民事行动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这些任务包括运输、侦察、攻击、搜索和救援、医疗支持、特种作战和反潜作战。相比较传统的直升机，G20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出色的飞行性能，这带来了更好的任务灵活度和安全性。目前中国各个军种对G20都有着巨大的需求，陆军急需G20组建强大的机降突击部队，海军需要大量的G20反潜机来提升反潜作战能力，而空军也需要G20执行搜救、紧急运输、特种作战等任务。G20的成功是中国航空工业成长的一个缩影，但却非终点。据报道，中国下一代重型直升机的开发已经提上了日程。在7月26号，美国副国务卿舍曼访华，和上次3月份中美阿拉斯加会晤差不多，美国又想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谈，但结果又是被中国教训了一顿。在会晤一结束，美国就气急败坏的叫嚣，继续对中国施压。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表明，舍曼将主要讨论美方对中国严重关切的领域，同时探讨双方利益一致的领域。果不其然，舍曼在会晤中对中国一系列行动表达了关切，指责中国在新疆和西藏的暴行、中国网络攻击行动以及台海、南海、新冠溯源等一大堆议题，试图拿这些无中生有的罪证抹黑中国，强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但是在阿拉斯加会晤，中国不吃这套，在天津同样不会吃这套，美国更是被中国批得体无完肤。在这轮中美交锋中，中国向美国明确提出3条底线、2份清单。第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道路和制度。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发展进程。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此外，还提出2份清单，一是要求美方纠正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另一方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其实从中美声明来看，这次会谈美国没有讨到任何好处，反倒又丢了面子。在会晤一结束，舍曼就气急败坏地在社交媒体表态，双方意见不一致，美国将继续敦促中国遵守国际规范以及国际义务。显然，美国将继续对中国施压。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声明，中国一系列行为有悖于美国及其盟友、伙伴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并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个所谓的国际规则是什么？实质就是基于实力地位的规则，基于美国主导地位的国际规则。拜登曾在上任不久后表态，绝不允许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不允许下一个美国出现。虽然中国从来都无意与美国争霸，但是在美国人看来，无论你是否有这个意愿，只要对其霸主地位构成潜在挑战，那就是必须遏制打压的敌人。而美国也注意到一个事实，中国这次似乎开始转守为攻，美国肯定会进一步加大攻势，对此我们要做准备。值得一提的是，王毅外长的一番话，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中国也不会接受自诩高人一等的国家。如果美国没学会如何平等对待他国，那么中国有责任和国际社会一起给美国补上这一课。这是对美国霸权主义宣战，所有被美国欺压的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向美国霸权说不。在美国的怂恿和教唆下，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已经纷纷派出军舰进入南海活动，彻底暴露美国想联合北约盟友展现军事力量威慑中国。
并且企图搞乱中国家门口发展环境的阴险意图。特朗普时期对华战略政策让拜登认清现实，随着全球民族自主自立韧性越来越大，美国经济的号召力下降，体制与价值追求高地，已不再对世界有凝聚力。说白了，现在的美国如果不进入战争，根本释放不出它的军事优势。顺着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现在频频在军事上搞事情，联合盟友一起对中国进行围堵，有很大可能是利用中国来释放美国的军事优势，从而诱使中国和亚太各国随之起舞，在制造亚太军事紧张的危局中赚取国家利益。就拿当前日益紧张的台海问题来说，日本频频发表涉台言论，扬言要武力介入与美国一起保台，其目的当真是协防吗？在分析看来，日本核心意图是想要扼杀中国收台的念头，同时抓住台当局这个棋子，制造台海局势混乱，军事围堵中国。外界均认为日本是被美国利用了，但实际上日本也有自己的小心思。这些年来，日本长期被美国压制，如果能趁这个时候协防台以壮大军队，那么届时当军队大到一定程度，日本便可脱离美国二战后的束缚。而美国以各种办法干涉中国收台，让日本帮着协助。或许该国自以为只要制造出这样的可能就能威慑中国，但反而暴露了美国内心的虚弱。值得一提，2020年退役上将詹姆斯·温尼菲尔德和前中情局副局长麦克莫雷尔联名发布了一篇文章。该文章中核心信息是，解放军收复台湾势不可挡，3天可结束战斗，就是2位美国军事人员的核心判断，铸就了美国高层的错误念头。现在的美国一味地把重点放在阻止中国统一上，却忘记了中国收复的决心。变相来说，敌人越怕的，越是我们应该要做的。美国联合盟友如此疯狂地对中国进行围堵，更让中国坚定地打台湾牌，不仅能实现国家统一，更能让美国信服中国不惜和美国一战的决心。中国不是100年前的中国，就如相关军事专家所言，最坏的情况已经出现。面对美国军事围堵和遏制，中国必须要有战争决心。不管3天是否可以结束战斗，但至少证明了美方对于这个结论是害怕、有所忌惮的。因此，想要破解美国军事围堵，解放军唯有以攻为守，将统一大业提上日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场收复之战很大可能是中华民族复兴、重回世界之巅的一个。近期台独勾结美国，屡屡挑战我们的底线。在当前紧张的台海局势下，27日，中国央视报道称，正在东南沿海驻训的第73集团军某2期重型合成旅组织2期重型合成装甲部队展开越海夺岛体系联合登陆演练，在气温超过40摄氏度情况下，快速夺占演练目标119高地。整个演习过程实战意味十分浓厚。而且最受瞩目的是，这次我们亮相了真正的大杀器。画面显示，无人机蜂群在演习刚开始时就率先出动，无人机的作用已经在多个战场得到验证，可以利用无人机对敏感区域、战略要地率先穿越侦察，以极小的代价摧毁重要军事目标，并且还能对个别顽固分子定点清除。而中国的无人机种类多样，并且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战略性的进攻型的武器。就在10几天前，央视还罕见直播第73集团军2期装甲部队海上训练画面，公布了050装甲车抢滩登陆画面。这是中国目前最先进的2期装备050装甲车，担任抢滩登陆串门角色。还需要提到的一点是，美国不仅加大力度和台独勾结，还搅乱了中国周边多国。美军从阿富汗撤走后，阿富汗国内局势大乱，我国西部边境接壤国家也因此遭到波及。美国高官还接连访问印度，西南部还得提防印度在边境搞事，而东部的日本更是多次表示要和美国一起介入台海局势，并且在东海虎视眈眈。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最近2个动作给中国大把手。27日，俄罗斯东部军区消息，东部军区摩托化步兵团已抵达中国，将举办中俄西部协作2021军演。不久前，俄罗斯也曾警告过，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侵犯中亚国家边境，防止向其边境蔓延。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宣布在27日起到8月底，在南千群岛周围长期进行射击训练。日本对此提出抗议。可以说，在很多战略方向上，中俄有着一致的利益，双方合作就能稳住2个方向，我们军事压力就更小了。值得注意的是，24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署名为“钟声”的评论文章，警告美国应该彻底放弃把台湾、香港当作棋子的欲念。如果继续侵犯，中国奉陪到底，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预。这次实战演习一方面是训练，另一方面也是匹敌，甚至是大决战的前奏。至于是哪种，谁知道呢？